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莫 Sir。今日會同大家講嘅課題係運動嘅數學基礎第一集。喺力同埋運動呢個單元，我哋會一齊嚟探討唔同嘅物體點樣喐嚟喐去㗎。但係喺探討物體嘅運動之前，我哋首先需要建立一個方法嚟描述呢一個運動，所以嚟緊我哋就要上少少數學堂先嘅。描述一個物體嘅運動最基本嘅方法就係量度佢嘅位置點樣移動，簡稱位移。位移呢一個概念喺實際嘅應用裏面其實係涉及立體空間嘅幾何學嘅，但係我哋依家由簡單學起，先學咗直線上面嘅位移，之後我會再教你平面上面嘅位移嘅。直線上面嘅位移即係咩意思呢？即係話我哋暫時只會睇下喺直線上面移動嘅嘢，例如一架喺直路上面行駛嘅車。如果我要描述呢架車嘅位置，首先就要喺條路上面畫一個點，叫佢做原點，通常用符號 O 嚟表示嘅。然後我哋需要揀一個方向，叫佢做正。例如你可以話向右係正，都可以話向左係正。依家我哋就揀向右係正先啦。我哋由原點開始向右量度，度到呢一個距離係10米，咁我哋就可以話架車依家嘅位移係 S 等於10米。留意S 個名係位移而唔係位置，呢個名好強調 S 係可以隨住時間改變㗎，可能過咗一段時間之後 S 會變成15米，又再過多一段時間之後 S 就會變成8米㗎。如果用數學嘅語言嚟講，就係 S 係時間 t 嘅函數。當你指定一個時間 t 嗰陣 ，S 就會話俾你聽架車喺呢一個時間嘅位置。咁你可能會問，如果架車喺原點嘅左邊，咁 S 又會等於幾多呢？好簡單，向右係正，所以向左就係負啦。如果架車喺原點嘅左邊 ，S 就會係負數嘅。咁呢，我哋只需要用一個數目字 S 就可以表達架車喺呢條路上面嘅位置啦。一般嚟講，我哋量度位移嗰陣時係會用米嚟做單位嘅。明白咗點樣描述位移之後呢，下一樣我哋想描述嘅嘢就係物體喐得有幾快啦。我哋想象一下有兩架車 A 同埋 B 一齊喺一條直路上面行駛，咁你話呢兩架車邊架快啲呢？好明顯就係 B 比較快啦。但係數學上我哋可以點樣表達 B 比較快呢件事呢？我哋可以喺呢兩架車行駛嘅時候影兩張相。啱啱影呢兩張相中間嘅時間間隔係 0.5 秒。喺呢 0.5 秒裏面 B 嘅位移變化係比 A 更加大嘅。咁我哋就可以話 B 喺呢段時間嘅平均速度比 A 更加大啦。平均速度係點計嘅呢？佢嘅計算方法係將位移嘅變化 delta S 除以時間間隔 delta T， 而 delta S 又等於新嘅位移 S2 減舊嘅位移 S1。位移嘅單位一般係米，而時間嘅單位一般係秒，所以平均速度嘅單位就係 ms-1次啦。咁我哋就試下計下呢兩架車嘅平均速度啦。A 嘅平均速度係新嘅位移減舊嘅位移除以時間間隔，即係8減2除以 0.5， 計出嚟就係12個 ms-1次。跟住 B 嘅平均速度係新嘅位移減舊嘅位移除以時間間隔，即係16減4除以 0.5， 計出嚟就係24個 ms-1次嘅。同我哋預期嘅一樣， B 嘅平均速度係比較高嘅。另外我都想提一提，當你用 V 巴等於 S2 減 S1 除以 delta T 呢條式嗰陣時呢， V 巴 S1 同埋 S2 都可以係負數嘅喎。例如我哋睇下呢架車 C 裏面呢， S1 等於10， S2 等於5， delta T 等於 0.5， 咁樣計出嚟呢， V 巴就係負10個 ms-1次嘅喎。我哋可以睇到 V 巴係負數，咁就表示架車係向左邊移動嘅。又例如我哋睇下呢一架車 D， 其中 S1 等於負10， S2 等於負5， delta T 等於 0.5， 咁我哋仍然係可以正確咁樣計到 V 巴等於10個 ms-1次。可以睇到如果 S1 或者 S2 嘅正負號唔同咗呢，條式係冇嘢需要改嘅。總之新嗰個位移減舊嗰個位移就啱噶啦。
以上呢個就係平均速度嘅概念啦。咁除咗平均速度之外，下一集我仲會介紹一個叫做瞬時速度嘅嘢嘅，不過細節就留翻下一集先講啦。咁講完速度，下一樣要講嘅就係加速度啦。加速度係咩東東嚟嘅呢？嗱，我哋會探討嘅嘢呢，好少係會從頭到尾保持相同嘅速度嘅。佢可能一開始好慢，跟住逐漸變快啦，亦都可能一開始好快，跟住逐漸變慢嘅。加速度就係用嚟描述呢一個速度嘅變化啦。首先我哋睇下平均加速度嘅定義先啦。平均加速度 A 巴就係等於速度嘅變化 delta v 除以時間間隔 delta t， 亦都等於新嘅速度 v2 減舊嘅速度 v1 除以 delta t。速度嘅單位係 ms-1 次，時間嘅單位係 s， 所以加速度嘅單位就係 ms-2 次啦。可能你睇完呢條式之後都會覺得唔係好明佢想表達啲咩嘅。依家唔明唔緊要，我哋之後會慢慢喺唔同嘅情景裏面運用呢個概念，好多時間俾你消化嘅。你睇完下一集可能就會明多啲，睇埋下一課又會再明多啲啲。到第三課我哋講牛頓運動定律嗰陣，你就應該已經掌握咗加速度嘅意義㗎啦。咁依家我講一啲簡單嘅例子嚟示範，俾你稍微掌握下加速度係咩感覺先啦。嗱，睇翻啱啱嗰兩架車，第一架本來好慢嘅，速度係4個 ms-1 次，3秒之後就變成咗16 ms-1 次。咁佢喺呢段時間嘅平均加速度就係 A 巴等於16減4除以3，即係4個 ms-2 次。第二架車本來好快，速度係16個 ms-1 次，3秒之後就變咗做4個 ms-1 次。咁佢喺呢段時間嘅平均加速度就係 A 巴等於4減16除以3，計出嚟就係-4個 ms-2 次嘅。你會見到喺呢兩個例子裏面，嗰啲數字幾乎係一模一樣嘅，但係第一架車嘅加速度係正數，第二架車嘅加速度就係負數嘅。咩意思呢？即係話原來如果一個物體向右移動得越嚟越快嘅話呢，咁佢嘅加速度就係向右嘅。如果一個物體向右移動得越嚟越慢嘅話呢，佢嘅加速度就係向左嘅喎。同樣，你都可以試下將呢條式用喺一啲向左移動嘅物體上面嘅。你會發現，如果一個物體向左移動得越嚟越快嘅話呢，佢嘅加速度就會係向左嘅。如果一個物體向左移動得越嚟越慢嘅話呢，咁佢嘅加速度就係向右嘅。咁呢，呢個就係少少關於加速度嘅概念，希望你聽得明啦嚇。講少少上數學堂嘅 tips 啦。嗱，我上數學堂係唔講任何廢話嘅 ，OK？ 講嘅每一樣嘢將來都係會有用嘅。請你由頭到尾睇晒每一集嘅所有內容，千祈唔好飛咗任何嘅部分。如果有啲嘢我講咗但係你冇聽嘅話呢，咁我可以肯定你將來一定會有啲嘢聽唔明㗎，記住咯喎。嗱，恐嚇完你之後呢，我哋就嚟講下一啲例題啦。同以往一樣啦，例題係有中英文版嘅 PDF 可以下載，連結喺影片資訊嗰度，有需要就自己下載啦。咁呢一集就有兩題例題，都好簡單嘅啫。我哋嚟睇咗第一題先啦。嘉星喺一條直路上面用均速跑步，喺某個時刻佢同起點相距15米，過咗5秒之後佢就同起點相距27.5米嘅。我哋要做嘅嘢就係揾出佢喺呢段時間嘅平均速度。記住，我哋着手分析任何嘢嘅運動之前，首先要問自己兩個問題：第一，原點喺邊度；第二，邊個方向係正。如果冇特別講嘅話呢，通常就默認咗原點係運動嘅起點嘅。另外，題目又冇指定邊個方向係正，即係任我哋定啦。咁我哋就揀定嘉星嘅移動方向做正啦，寫低咗佢先啊。取嘉星的移動方向為正。好，跟住呢，依家題目就話我哋要揾出嘉星嘅平均速度。平均速度點計呢？就係 V 巴等於 S2 減 S1 除以 delta t。嘉星嘅新位移同埋舊位移分別就係 27.5 米同埋15米。過程中用嘅時間間隔係5秒。咁我哋就可以直接計到平均速度 V 巴啦。我哋可以咁樣寫：平均速度 V 巴等於 S2 減 S1 除以 delta t，
即係27.5減15除以5，計出嚟就係2.50個 ms-1 次，非常簡單。搞掂咗 Part A 就嚟睇下 Part B 講咩咯。萬型喺同一條路徑上面跑步，速度同加星嘅相同。喺某個時刻，佢同起點嘅距離係10米。我哋要揾出佢喺20秒之後同起點嘅距離。原點同方向喺 Part A 已經定咗啦，我哋可以直接開始計。關於位移同埋速度嘅關係，我哋依家淨係識一條式嘅啫，就係佢啦，唔使揀。我哋要揾嘅係萬型喺20秒之後同起點嘅距離，亦即係新嘅位移 S2 嘅長度。要揾到 S2，我哋就需要知道 V bar S1 同埋 Delta T。題目話萬型嘅速度同加星嘅相同，所以 V bar 就係 2.50個 ms-1 次。另外，佢喺20秒之前嘅位移 S1 係10米，時間間隔 Delta T 係20秒。咁呢，我哋就可以揾到 S2 啦。由於 V bar 等於 S2 減 S1 除以 Delta T， 就有 S2 等於 S1 加 V bar 乘 Delta T， 即係10加 2.50 乘20，計出嚟就係60米嘅。所以呢，佢喺20秒之後同起點嘅距離就係60米啦。咁就搞掂咯，基本嘢嚟嘅啫，冇咩特別。跟住呢，就輪到第二題啦，睇咗條題目先吓。一架火車喺直路軌上面行駛，速度係25 ms-1 次。今次呢，題目已經俾咗一個速度嘅數值我哋啦，俾得呢個數值我哋就代表佢已經定咗邊個方向係正啦。咁就當條路軌係呢個咁嘅樣啦，25 ms-1 次我當係指呢邊嘅，而原點喺邊呢？佢冇講，我就當係一架火車最初嗰個位啦。喺某個時刻，火車開始減速，並且喺一段時間之後停低咗。已知火車喺呢段時間嘅平均加速度係-2個 ms-2 次，求減速所用嘅時間。今次呢，我哋要睇嘅係速度同埋加速度之間嘅關係，所以我哋就會用 A bar 等於 V2 減 V1 除以 Delta T 呢條式嘅。題目話要揾出減速所用嘅時間，亦即係我哋想揾嘅係 Delta T。要揾 Delta T 就需要知道 A bar、V2 同埋 V1 啦。我哋已經知道平均加速度 A bar 係-2 ms-2 次，咁 V2 同埋 V1 係咩呢？火車最後係停低咗嘅，所以新嘅速度 V2 係0，而火車本來嘅速度係25個 ms-1 次，所以 V1 就係25。咁呢，我哋就可以計到 Delta T 啦。A bar 等於 V2 減 V1 除以 Delta T， 調一調位就可以得到 Delta T 等於 V2 減 V1 除以 A bar， 即係0減25除以-2，計出嚟就係 12.5 秒嘅。所以火車就用咗 12.5 秒嚟減速啦。完。咁呢，呢一集就去到呢度咯，主要都係介紹一啲基本嘅定義嘅啫。下一集我會介紹一個好有用嘅分析工具，叫做運動線圖。有咗佢呢，我哋就可以處理一啲更加複雜嘅問題啦。咁就到時見咯，拜拜。